外交部长秦刚在7号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针对乌克兰危机表示，似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俄乌冲突延宕升级，借乌克兰危机达到某种地缘政治意图。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直言，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美国的手，但美西方却持续借所谓中国将援助俄罗斯致命武器的假议题进行炒作。德国总理舒尔茨5号在美媒播出的采访中表示，如果中国军援俄罗斯将会产生后果，但他随后又认为这不太可能。I think it would have consequences, but we are now in a stage where we are making clear that this should not happen, and I'm relatively optimistic that we will be successful with our request in this case. But we will have to look at it, and we have to be very, very cautious.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向俄提供武器。Bisher haben wir keine Beweise dafür, aber man muss jeden Tag das beobachten und in der Tat. 4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称，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不符合中国利益。We haven't seen the Chinese move in this direction. We don't believe it's in the Chinese best interest to provide weapons and capabilities. We hope that China makes the right decision here. 而在接受其他美媒采访时，科比表示，美方看到中国有潜在的为俄罗斯提供武器的可能性，但是他也明确表示，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么做。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包括武器弹药的致命性支持，并声称中国已向俄罗斯提供非致命性支持。中国外交部随即驳斥称，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方针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劝和促谈。究竟是谁在呼吁对话争取和平，又是谁在拱火递刀鼓动对抗？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有罪推论反映出西方在对待中国调停俄乌冲突，以及中国在俄乌冲突上的这种立场受到有着很多这个歧视，甚至是不正确的理解。还是要讲到，在解决俄乌问题上，外交劝和仍然是最现实、最可行的解决方案。将中国的中立立场理解为可疑为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7号，外交部长秦刚表示，中方始终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做出我们的判断，决定我们的立场。在和平与战争之间，我们选择和平；在对话与制裁之间，我们选择对话；在降温与拱火之间，我们选择降温。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又不是危机的当事方，也没有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凭什么要向中国甩锅推责、制裁、施压，甚至威胁？对此，我们绝不接受。秦刚还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劝和促谈的努力一直遭到破坏，似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冲突延宕升级，借乌克兰危机达到某种地缘政治意图。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表示，秦刚外长讲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美国的手。华盛顿并不希望这场战争结束，而是希望并且还将会竭尽全力以延续这场战争。这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同时，佩斯科夫表示，中国在乌克兰局势上表达立场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样一个强大有威望的国家，不可能在这种国际重要问题上不发声。美国、欧洲以及俄罗斯、乌克兰各方都有着直接的责任。中国作为这个所谓联合国大国常任理事国，我们在解决俄乌问题上有道义上的责任。但是呢，对于解决俄乌危机，首先是当事方要拿出合作的态度。甩锅论实际上也显示出美国在解决俄乌问题上缺乏可行的可操作的这样一种方案。美西方国家一方面不断借俄乌冲突对中国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对乌克兰展现出几乎是有求必应的态度，使得乌方不断升级军援要求。路透社7号援引美议员消息爆料称，乌克兰官员在上个月举行的慕安会上敦促美议员向白宫施压，希望批准对乌提供集束炸弹。集束炸弹俗称子母弹，即在与一般炸弹同样大小的弹体中装入数个至数百个子炸弹，由飞行器空投后在空中分解，借由散布子炸弹到广泛地区造成区域性杀伤。
目前，集束炸弹已被120多个国家禁止使用，因为它可以在大范围内任意杀伤、威胁平民。去年12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曾爆料，一些乌克兰官员和议员一直在敦促拜登政府向乌克兰军方提供集束炸弹。而对于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匿名官员报道称，情报显示，北溪管道爆炸事件背后的袭击者是一个亲乌克兰的组织。该报称，这些情报信息表明存在一种可能性，对北溪管道的行动是由代理方私下展开的。该代理方与乌克兰政府或乌方安全部门有一定联系，制造人为爆炸的可能是经验丰富的潜水员。他们似乎并没有为军队或情报部门工作，但可能接受过专门的政府培训。德国《时代周报》同日也披露，有迹象表明北溪管道遭袭与乌克兰有关，但相关报道一出，立刻遭到了广泛质疑。It was almost in some ways the least likely explanation that a non-state group of actors were able to smuggle a very sizable quantity of explosives undetected and get that to the scene to target this incredibly important pipeline. So, although it's been postulated for some time, it's one of the theories, it was almost the hardest to understand how that could have come together, and it certainly suggests a sizable amount of money and a very interesting network behind an operation like this. You can imagine just driving a large amount of explosives through Germany in itself is something I think the German population would be shocked to understand if that was easy. Very interesting. So it does not say that Russia did this. Now, to be clear, it doesn't say the U.S. did it. It said, or Zelensky, it says a pro-Ukrainian entity. But not Ukraine. What is the pro-Ukrainian entity that's not Ukraine? And no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o what this does is basically have an article that says, just in case you're wondering, we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nything, but it wasn't us and it wasn't Zelensky.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随后回应称，乌克兰绝对没有参与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的袭击，乌方对此毫不知情，也没有所谓亲乌克兰组织的相关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则回应称，这表明北溪遭恐袭事件的制造者显然是想转移注意力，这些爆料都是在炒作。据塔斯社8号报道，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列杰涅夫表示，《纽约时报》的报道像是被开了绿灯，迅速遍布媒体。然而，此前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发表的文章却被掩盖。对此，比利时前议员瓦努斯特表示，美国具备炸毁北溪管道的动机和能力。冷战以来，美国情报部门频繁通过秘密行动对他国进行恐吓。北溪管道被炸，正是美国向别国发出的威胁信号。This is not a leak that the U.S. government did not want. It wanted this to happen so that it can officially deny, but at the same time send a strong message to Europe and to Germany to say, listen, if you do not follow our line, we are willing to go, this is what we are prepared to do. Because actually, this is an act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this attack on the Nord Stream pipeline. 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早前披露，美国情报部门2021年12月就开始策划破坏北溪管道，并最终由总统拜登拍板实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新社的消息称，西摩赫什在与俄媒记者交谈中没有对《纽约时报》的新爆料置评，只是笑了起来。赫什3月7号还对俄消息报透露，他将在下周发表对北溪事件的新调查信息。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外长秦刚在记者会上谈及乌克兰危机时指出，乌克兰危机本来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似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冲突延宕升级。您对此有何观察？最近一段时间来，美国不断地鼓噪所谓中国可能援助俄罗斯这样的说法，并且以此进行同盟的政治动员和在媒体上进行舆论的动员，以此来增加对华战略竞争的筹码。秦刚外长在记者会非常明确地驳斥了这样的说法。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危机的当事方，也没有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可以说，关于中国军援俄罗斯的说法是一个话语的陷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包括布林肯在内的美国高官也是做贼心虚，他们正式的说法是中国有可能或者有想法军援。其实这完全是诛心之论。秦刚外长的澄清和驳斥还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在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中国是劝和促谈的推动者，俄乌陷入战火是一场悲剧，中国没有责任，相反中国是受害者。除了对有关虚假信息的回应和批驳之外秦刚外长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回应
有2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欧洲安全治理。乌克兰陷入战火，从根本上来说是欧洲安全治理矛盾的大爆发。我想这一判断与很多的欧洲人的想法是一致的。在2战结束之后呢，欧洲进入了一个长和平阶段，伴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成为一个和平岛。欧洲人关注的是环保、福利等议题，似乎忘记了战争与和平这样关乎国际秩序的大问题。在过去500年之间呢，欧洲长期处于战争与和平的周期循环之中，包括2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新30年战争。冷战以及冷战终结的特殊方式呢，似乎掩盖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矛盾。乌克兰危机以及出人意料的战争呢，一下子将欧洲拉回了历史的场景中来了。如果将俄乌危机与战争放在2战之前的历史中呢，相信欧洲人并不会感到奇怪。乌克兰危机的确是沉重打击了欧洲人的自信心，不得不面对欧洲安全治理框架中的重大的缺陷。着眼于后乌克兰危机时代，欧洲需要重构欧洲安全治理框架，寻求长治久安之策。另外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紧要关头。秦刚部长的这一说法，对冲突各方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警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政治家和战略家需要把握历史发展的节奏，并且做出决断。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局势几经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局势到了紧要关头，各方力量和目标在汇聚。中方提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也是对即将到来的紧要关头的立场和构想。各方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表示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不可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不发出声音。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中国发出了紧要关头的警示，并且督促各方尽快谈判，已经在承担大国责任了。继续关注俄乌局势，俄军进攻乌克兰重镇巴赫穆特的行动仍在继续。俄方长绍伊古称，控制该城将帮助俄军深入乌军防线。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也明确表示，乌军将继续防守并增援巴赫穆特，乌克兰没有任何一部分可以被抛弃。俄乌激烈交锋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抵达基辅，与泽连斯基谈了些什么？来看看报道。古特雷斯7号抵达波兰后，才宣布对基辅进行短暂访问，预计将在乌克兰停留大约1天后返回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号表示，古特雷斯将与泽连斯基商讨全面延长黑海运粮协议及其他相关问题。路透社援引乌政府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克兰已开始与合作伙伴就延长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展开线上谈判，以确保乌克兰能够继续向全球市场运送粮食。这名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没有与俄罗斯进行讨论，但基辅的理解是乌克兰的合作伙伴正在与俄罗斯对话。消息人士还表示，谈判的情况相当复杂，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作伙伴，而不是乌克兰。古特雷斯第3次赴乌克兰就粮食协议方面进行再次的斡旋，其实是再一次的表明，国际社会对于俄乌冲突的解决的方式，仍是以外交途径和和平对话的方式进行这样的一个解决路径的。但是乌克兰方面这个前期已经表态出，在100年之内不会与俄罗斯开展相关的谈判和相关的合作。就这方面看出，即使古特雷斯在乌克兰的斡旋取得了相关的成果，即使协议达成，但是在协议的履行方面也会面临着巨大的障碍的。去年7月，俄乌就恢复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与联合国和土耳其签署协议，协议有效期120天。同年11月17号，俄外交部宣布将黑海农产品外运协议延长120天。这一协议将于本月18号到期，只有在各方没有正式提出反对的情况下才会继续延长。近期，联合国方面已多次呼吁再次延长这一协议。作为世界观察中国发展趋势的重要窗口，今年的中国两会有哪些议程备受瞩目？国际社会又关注什么？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别策划《外眼看两会》，今天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
对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目标设定在5%左右。罗思义在接受深圳卫视独家专访时认为，这将使得中国实现2035远景目标成为可能，也让中国进一步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贡献者。How do you think of its deployment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year, and how do you think China will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economy in 2023? Well, it means that China's going to be the biggest contributor to the world economy this year. I mean, 5% growth is going to be far ah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s giving in predic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of between 1% and 2%,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 little bit less, or about the same. That means China's economy is going to grow about 2.5 to 3 times as fast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at basis. Then you're looking at the deployment, there's 2 key tasks which have got to be accomplished in 2023. One is that the economy has got to speed up itself. But the second is China has set the goal for 2035 of achieving the medium level of a developed economy, is the way that China puts it, or in other things, doubling GDP by 2035. That implies a 4.6% yearly growth of the economy from now until 2035. So 5% is obviously above that.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罗思义表示，香港由乱转治后，大湾区将进一步成为全球科技金融中心，而这一切都将依靠全面落实一国两制基本国策。In the next period, during the time in which people are making their money, it's going to be an offshore base,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rapidly expanding economies in the world. So it should do very, very well. And the one country, 2 systems is being applied and should be extremely successful. 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罗斯也予以高度关注。他专程收看了7号的外长记者会，谈及中美关系，罗斯一称，正是因为美国错误的对华认知，导致其放弃了和平竞争的模式，而走向了对华全面遏制和打压的路线。这对于国际秩序以及全球经济而言，都是一场巨大灾难。So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refore actually holding back the world economy. We could go also look at it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ut this is stupid. I mean, w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doing is it should be trying to invest. It should be trying to outcompete China. And instead, as it can't outcompete China, it's trying to hold China back. But this has some short-term damage for China, but it has a major damage for the whole world economy. I think maybe the United States won't change its path. I think, unfortunately, it won't. I mean, I think that the problem is the world has become a dangerous place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losing in peaceful economic competition. Instead of doing what it should do, which is saying, okay, where are we going wrong? Why is China doing better than us? Why is the China economy growing more rapidly than us? How can we learn from China? Maybe. Instead of doing that, it's increasingly tempted to use military options. So I'm afraid, I think that we're entering a rather dangerous decade due to US actions, and that China's perfectly correct to pay more attention, therefore, to the question of security. 罗斯义认为，所谓中国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一个非常愚蠢、荒诞的无端指责。相反，他认为美国才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There are still some people claim that China pose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hy? Well, this is a sort of silly joke. If it wasn't said by powerful people, one would laugh at it. If you look at it more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t's mo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trying to disrupt this. For example, by trying to sabotage the activitie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or a period it didn't appoint judges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o adjudicate disputes. It's unilaterally carrying out tariffs. It's unilaterally opposing sanctions. All this is destabilizing.
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各代表团、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8号全天举行小组会议，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此前一天，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受国务院委托，在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对13项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作说明。其中，加强金融监管、科学技术、数据管理3大方面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重点是加强金融监管、科学技术、数据管理、乡村振兴、知识产权、老龄工作等重点领域的机构职责优化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13条改革措施中有6条涉及金融系统，其中最重磅的调整是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改革后，银保监会将不复存在，证监会则从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升级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这意味着，此前由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组成的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一行两会架构将变成一行一局一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于翔向深圳卫视分析，综合此次金融系统改革的其他方面，可以看出总体方向是实现金融监管的全覆盖一致性，提升了监管效率，体现了改革的科学与严谨。这次改革主要是针对的这个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例如我们之前像金融领域存在的多头监管。那我们这次机构改革重点就针对这方面，科学性就表现在它是针对目前我们国家整体发展面临的这一些突出的问题，例如像我们需要统筹安全与发展、内外部环境，现在这个中国发展过程中演变的一些外部的挑战，我们需要内部进行一个更加把这一些机制、一些困点和难点打通，使它更加形成这个有机的整体。更有好的抵御外部的风险。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稳经济增长是新一届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专家认为，改革金融监管体制为稳经济发挥了重要助推作用。金融本身是实体经济的血液，我们知道金融是对这个资源进行一个有效配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制。那么，如果未来我们能对这个金融领域进行更加科学规范，加强它的监管，让金融来为实体经济发展更好的服务。我觉得这就发挥了这个稳经济的重要的这个推动作用。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也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英国《金融时报》还注意到，在此次改革中，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得到强化，除了升级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外，还将从国家发改委手中接管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包括审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数十亿美元债券。路透社援引金融专家的话报道称，在原来的架构下，银保监会将相当于美国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职能结合在一起。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承担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而在改革后，上述监管职能都由新组建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负责。换言之，中国金融市场各领域，包括股票、债券和保险，将以更全面的方式监管。同时，金融市场监管和行业决策也会比以往更加融合。彭博社指出，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将更加关注货币政策。根据计划，中国人民银行将取消9个大区分行，以36家省市级分行取而代之。这扭转了中国于1998年实施的一项模仿美联储体制的改革。观察认为，此前设立央行大区行是为了增强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但对于一些金融改革，缺乏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很难推进。此次央行分支机构改革，撤销大区分行，恢复设立省级分行，取消县级支行等改革措施，较好地实现了与中国行政区划之间的匹配，加强与地方之间的协调配合，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性，更好地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系。那么跟西方比起来，我个人觉得我们这次的这个机构改革效率会更强。这次机构改革之后，由人民银行主要来负责货币政策的管理，然后由国家金融监管局来负责对金融领域的这个管理。然后除此以外，像这个证券发行，包括对机构的这些部分，是由证监会来进行管理，就是各司其职。我觉得这个条块更加明晰，可能未来的这个监管效率会更加的这个强，能够为我们未来应对新的形势的发展会提供一个更好的这个金融上的一个助力。除金融行业，中国科技领域也迎来重大机构调整。科技部将重组，多项职能被划入农业农村部等其他部门，并不再参与具体科研项目评审和管理。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将辅助支持性职能划分到其他部门后，中国科技部得以更专注于技术攻关，从各方面来看都有助于科技发展。另一个因应科技发展趋势成立的新机构是国家数据局。根据方案，国家数据局由国家发改委管理，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分析认为，建立国家数据局表明中国数据管理模式会发生很大变化。过去几年，在地方层面，各地政府通过建立大数据中心、数据交易所等方式，探索数据交易新模式，推动数据交易和流通。但是总体来看，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关于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等环节还存在制约，需要在国家层面通过成立国家数据局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而国家数据局一方面可以提高国家对数据交易体制机制建设以及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用专业化的部门来推动数据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是通过高权限部门的方式打通数据链路，实现数据整合。机构改革有3条，在我看来有比较明显的主线。第一条主线就是这个科技创新，第2条主线是这个金融监管，第3个是数据安全。我们过去的10年来，中国的这个数字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而且我们客观讲，我们在这方面已在世界这个其他这个经济体当中，我们也具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竞争力跟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处于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未来这个数字经济可能是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经济的这样一个必然趋势。在这方面，我们真的需要就具有前瞻性的来对这个处理好数据要素，就是对它进行怎么样一个规范发展，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怎么保护好这个用户这个使用者的这样一个隐私。所以我觉得这是妥善处理了很多诸多这个问题，就需要有一个前瞻性的眼光。7号和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分别参加14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香港代表团、澳门代表团审议，以及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就港澳新阶段发展提出新要求、新希望。参与会见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将守正创新、拼搏自强，坚定不移地支持“一国两制”方针，汇聚爱国爱港的强大力量。赵乐际在分别参加14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港澳代表团审议时表示，过去5年“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港澳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赵乐际强调，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澳门要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努力开创港澳繁荣发展新局面。中央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支持澳门坚定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促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香港、澳门全国人大代表要认真履职尽责，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带头维护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法治秩序，汇聚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的强大力量。出席会见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仲尼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当天的审议持续了大约1小时。赵乐际表示，未来5年是香港实现新阶段发展的关键期，并对香港提出了3点希望。第一点是守正创新，他就说了，我们必须要牢记“一国两制”的宗旨和初心，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也要突破，用一些新的思维来解决一些呢累积老大难的问题。第二点呢，就是拼搏自强，香港已经到了必须要拼经济谋发展的关键期了。第3点呢，就是团结奋进，就是现在呀，全香港的人必须要团结一切都能团结的力量，让更多人能够就是坚定不移地支持“一国两制”方针。陈仲尼称，对于其中第2点拼搏自强，自己最有感触。他表示，拼搏正是为了发展。未来5年的发展关键期，香港必须要用好国家赋予香港作为8大中心的地位和功能，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身兼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的陈仲尼尤其期待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将要发挥的作用，例如未来可与更多大湾区城市机场在内陆航班接驳国际航线、人员技术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
我们香港飞机场呢也是有这个香港航空学院，就一直在培训航空业的人才。那么就不光是培养香港了，我们为整个大湾区有志投身航空业的一些人才哪怕是飞机师哪怕是技术维修人员哪怕是机器的技工等等，我们培训他们，为整个大湾区是培养航空产业的人才。陈仲尼告诉深圳卫视，他此次来京参加全国两会，准备了多份议案。长期从事金融服务业的他，希望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枢纽的角色，深化两地互联互通机制，扩大金融产品种类，增加交易流量。我提出要新股通，用深圳作为试点，首先开放给专业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利用深港通这个管道这个机制，让两地的投资者呢可以投资于对方市场第一次上市的新股。我个人认为经过内地部门的研究以及与香港财经部门的一起合作探讨，有机会会成功的。8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14届1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王沪宁参加了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在听取委员发言后，王沪宁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香港、澳门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一国两制”和港澳工作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和推动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20大精神，坚定对国家和港澳发展的信心，创造港澳更加美好的明天。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发挥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用，汇聚促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智慧和力量。会后，蔡冠深、廖长江、王惠珍、李明斌等4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举行记者会，介绍会见情况。蔡冠深引述说，王沪宁提出4点希望：一是希望落实好一国两制，落实好爱国者治港；二是希望大家抓住机遇，同国家同步发展好香港的经济；三是希望解决好香港的土地、房屋等民生问题；四是希望讲好中国故事及香港故事。蔡冠深表示十分有同感，也深受鼓舞。我哋點樣將香港實際嘅環境話俾外國聽呢？令到一國兩制唔單止香港人，唔單止內地，亦都全世界嘅朋友都要知道一國兩制嘅優點喺邊度。相關話題來連線特約評論員陳斌。陳先生您好，在全國兩會上，趙樂際分別參加14屆全國人大1次會議香港、澳門代表團審議，王沪寧則參加了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您如何解讀？主持人好。2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別同港澳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進行交流，意味着中央呢對港澳事務非常重視。香港進入了由亂及治、走向有志即興的新階段，港澳呢保持着長期穩定發展的良好態勢。那麼中央呢對港澳也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趙樂際呢提出了3點希望，希望守正創新，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創新破解很多治理和發展難題，做到拼搏自強，實現強國建設，在這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之中做出新的貢獻，團結奮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所有可以調動的力量。他呢還對港區人大代表提出4個帶頭，包括呢帶頭深入了解和宣講中央的大政方針，帶頭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帶頭支持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施政，帶頭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推動大灣區“一帶一路”建設。王沪寧8日會見港澳政協委員，根據參會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會後透露呀，王沪寧呢提出了3點要求，要求政協委員認真學習20大精神，發揮政協雙重積極作用，要讓國內外全世界都知道一國兩制是好制度。2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強調，港澳呢要積極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努力開創港澳繁榮發展新局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也唯其如此呢，也才能證明一國兩制是好制度。好的，也謝謝陳先生跟我們共同在線分享您的觀點，謝謝。